我们都知道，在 Web3 世界里面，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交易的时候，都是需要支付 Gas， 也就是你听到的网络手续费或者是矿工费。那这些别称呢，也就是同一样东西，就是当你使用 Web3 钱包里面的代币转去其他的钱包地址上面，或者使用区块链钱包进行充值到某一个交易所里面，这些转账的行为在链上发生了交互，这些交互的费用都是必须要支付的。那么今天这支影片的内容就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技巧，这个技巧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在日常交互的时候，为我们节省链上交互的网络费用，并且在我们使用钱包里面的 USDT 转移到我们的交易所当中，可以为我们节约非常多的 Gas。 说了这么多 Gas， 那究竟什么是 Gas 呢？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加密阿尔法，又到了每周一期的科普分享环节。Gas 翻译成燃料费，或者完整一点叫做链上手续费。简单来说，就是今天的区块链矿工要帮你记录你的交易，你要给一点小费。这是因为每个区块链的空间都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想要被记录交易的人很多，那这些矿工就会在这些人里面挑出那些 Gas 给的比较高的人，优先帮他们完成记录，那你的交易就能够更快的完成。如果你的 Gas 给的比较少，那你的交易就可能需要等待很久很久，这也是为什么你的交易会一直卡着不动。这也是为什么有观众老爷反映，我之前购买了一个币，等了1个礼拜都没有买到，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你在买完之后，这个 Gas 呢就突然之间飙涨了。那在你后续买的这些人的话，都付了比你更高的 Gas 费，所以你就要一直卡在他们的后面排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你支付的 Gas 币种呢，它是有限定的。比方说你现在在以太坊区块链上，那你支付的 Gas 的话，它就是以太币。如果你在 BSC 币安智能链上面，那你需要给到的 Gas 的话就是 BNB。 如果你在 Polygon 上面支付的费用的话，就是马蹄链上面 Matic。 这里给大家分享的实用工具是 GasNow 多链实时 Gas 监控，有各位观众也需要的话，可以自行下载他们的插件这对我们以后的交易还是有所帮助的。那另外的话，我们之前有教过大家，如果链上发生了重大的事情的话，是可以通过这个浏览器插件第一时间知道哪一条链上发生了比较多的事情。那我们再回到一个小知识上面我们日常所见到的 GWEI 也就是 Gateway， 它是以太坊的基本面额，以太坊网络的内在加密货币，有助于在交易和网络费用中更加易于管理表示较小部分的 ETH。 Gateway 的话，它是 Gigaway 的缩写，体现了代表10亿的 Giga 和 Ether 最小分数位的融合。那大概意思就是什么呢？1 Gateway 的话相当于是 0.000000001 ETH， 那么就是10亿了。其实为什么今天突然之间要聊到 Gas 这个话题呢？在这里的话，首先感谢一下各位观众也提供的一个方式和方法。我们都知道今天的羽毛的话已经可以领取空投了，那么它分2个不同的方案。第一个是等待主网上线，然后我们可以领取更多的 100% 的份额。还有一种的话是直接今天就可以领取，那么领取的额度在60左右。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当前有1250颗的话，你现在去领的话，很可能就只有600-700颗这个样子。那要先给你提前讲一下，各位的话自行去决定要不要领取今天。那我个人觉得主网的话，它应该是预计90天之内上线，很可能那个时候的话，币价已经跌得不行了。有可能当然它币价也有可能会上升，这本身就是一场豪赌，一定会有人卖飞，一定会有人卖亏，一定会有人赚钱。我们再重新说回今天视频的主题本期视频为您分享一个可以零手续费转账加密货币的方法，只要你使用这个方法，就可以零手续费转账 USDT、比特币、以太坊以及任何虚拟货币。如果你有朋友要给你转 USDT， 或者你需要给朋友转 USDT 的话，你都可以试试这个方法。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它就是 OKX 交易所的内部转账。接下来我来讲解如何给别人零手续费转账。那首先呢，我们要确认你和对方都使用到了 OE 交易所。如果还没有 OE 交易所的话，接下来1分半钟的时间，我会手把手带你注册下载一个 OE 交易所，包括币安的账户注册。那么在每一期视频的视频简介处当中，我们都会给大家推荐这样一个交易所注册的链接，包括 OKX、币安、Get.io 或者是 BitGet。 使用我们的注册链接的话，都可以享受到手续费减免的优惠。那么减免的额度是在 20%， 那么不同的交易所会应对着不同的减免优惠政策。接下来我将演示如何在我们的手机端下载相对应的 APP。 币安账户的话可以支持中国大陆进行下载那么有一些交易所的话，它很可能不支持我们大陆的版本下载。那怎么去下载它呢？
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手机页面啊，你可以选择到 App Store， 将我们的国家和地区选至其他地方。我选择的是新加坡，然后点击一下完成，我们就可以对应的下载 App 的版本了。无论是推特，然后 Instagram， 然后 Telegram 或者是 DC 都可以进行下载。那国家和地区更改一下就好了。它如果需要让你填写一些付费的信息的话，你就直接选择无就可以。注册下载之后呢，进行一下登录。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尤其至关重要的提醒各位，你一定要先完成身份认证，也就是 KYC 认证。只有完成这一步啦，你才是真正意义上踏入 Web3 世界。那这里的话，我们会看到首页的话有一个链上充币和 C2C 买币的两种方式。所有不懂如何将我们的人民币兑换成为加密货币的，可以去看我之前4天前出的视频，币圈小白入门2025年如何购买加密货币。这里的话提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如何使用这个链上充币或者 C2C 买币的方式。接下来我们在这个页面当中呢，点击一下右下角资产这一个板块，然后选择提币。因为我们目前要做的就是将我们的加密货币转给我们的好朋友或者是其他任何一个人。我们选择提币的方式的话会有两种，一种是提取数字货币，一种是 C2C 的交易。那这里的话很显然不是第二种，我们选取第一种。目前的话我们只能用 USDT 来给各位观众也进行演示了，没有其他的币种，所以请见谅。这边的话我们选择一下 USDT， 对应的这里会有一个已保存的收款人，如果没有保存的话没关系，这边可以选择其他的收款人。其他交易所或者钱包，顾名思义就是你可以把当前的加密货币转给其他的交易所当中，比如说币安或者是 Bitget 或者其他交易所，以及甚至是你链上的钱包，就比如说我们 Web3 钱包的地址，当然你一定要确保你的地址一定要复制正确。还有一种方法的话就是OE账户的内部提币，这就是我今天所给大家讲的重点，它就是可以无损耗，就是不需要花费链上的 gas 费，直接可以将你的加密货币转移给对方。那前提就是我刚刚说的，需要双方都在使用 OKX 交易所账户。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点击一下，然后它这边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使用它的手机号，也可以使用它的邮箱 UID 以及是子账户进行转账。那么最低的提币额度是 0.01， 这个额度的话相信大家都会满足。这边的话网络费用就是完全免费的。那对比一下我们之前上面提到那种转到其他交易所或者是钱包，不仅要选择其他的链这边的链的话对应的价格都不一样。现在 ETH 的价格是最高的，手续费的话你转一笔它相当于要扣掉 3.66 的 USDT， 并且到账的时间的话跟他们大家持平了。大家可以去观摩一下那这里的话花费最少的应该是 Arbitrum 链上的，因为它一直上来的话都比较少。但是我刚刚说的，你既然选择了 Arbitrum 链上的 USDT 进行转账的话，所以对方发送到当前账户的话，也只能在 ARB 这一条链上看到你转给他的那些代币，你是不可以在 ETH 的主网当中看到你刚刚转的那笔账的。另外我们在使用 OE 账户进行内部转账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我们使用 UID 的时候今天以 UID 作为一个演示那我先捏贴一下地址，然后提币的金额给到他。这个时候呢，进行一下提交。提交之后呢，会有几个验证码的输入，一个是我们注册的时候邮箱的验证码，一个是我们手机端的验证码。两种验证都过了之后呢，我们才可以进行到提交转账。同理的话，币安账户也是可以进行内部转账零手续费的不过它是有一定额度的，具体额度的话，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它的那个文章。那我们再回到这一个羽毛的当前市场行情。我在这里一开始会遇到什么问题呢？我在进行收集的时候，收集空投的时候，它需要支付一笔主网，也就是 ETH 主网的链上 gas。那个时候的 gas 的话是在10几刀左右，很贵很贵。那我们一般怎么去获得这一个 ETH 的手续费呢？很多人观众老爷可能会想到，那我不如我在我的 CEX 交易所当中先去购买一点点 ETH， 然后再转账到我们的 DEX。就转到我们那个钱包当中嘛，因为我们是用钱包去领取的，对不对？所以它需要先从 CEX 转移到 DEX 当中。那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如果你要使用那个 CEX 转移到 DEX 的话，也是提币，一模一样的操作，提币提取数字货币，然后将我们当前持有的币种转移到我们的钱包或者地址当中就是我们的 Web3 插件地址当中。那由于大家都知道，领取羽毛的话是需要主网的 ETH， 那只能选择这个。但是它手续费很高，3.06 的 USDT， 并且它转账是有数额要求的，必须要满足这个提币额才可以进行成交这一笔订单。但是它太贵了。
那接下来我就提供2种方式啊，一种是大家都有朋友，对不对？肯定有朋友也是跟你从事同样的 Web3 事业的，那就很简单了。如果他有主网的 ETH 的话，你就可以使用 OE 账户，你去转账你持有的币种，然后让他转给你一部分，这样的话他只需要花费转你的那个 gas 就可以了。那相信这个 gas 你的话应该是比较低的。那无非就是说你转账的时候，比如说你要了15的 USDT， 那你多给他转一点嘛，因为朋友之间嘛，他那个链上的 gas 的话付掉也是要成本的。那还有一种方式的话也是提币啊，我们可以优先选择把这一个币种用其他的网络提交。那大家都知道阿币创链上的话应该是比较便宜的，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去提，然后相对应的数额要求。比方说我们现在钱包已经收到了这个 Arbitrum 的 ETH， 对不对？我们点击一下跨链桥，然后将我们的 Arbitrum ETH 转换成为主网的 ETH。然后我这里给大家做个例子啊，因为不同时间段的话对应的 gas 也是不太一样的。这里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损耗的话仅在 0.01 左右，那这种损耗我们是可以就可以接受的，这个损耗不大，对不对？然后我们再进行跨链兑换，那这样的话是不是省掉了很多钱？那你比起你直接用那个主网进行交互的话，那省去太多了。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那另外在视频的最后，如果你真的坚持看到现在，恭喜你！现在的话 Human Protocol 的话，它出了一个社交媒体的绑定，每一次的绑定啊，每绑一个社交账户啊，它都会有一定的分数加成啊。一共是 60% 的加成，那目前的话我只完成了4个，所以它是 40% 的加成，对于后期的分数的话是有很大作用的。那相信的话它也快发币了，大家可以期待一波。